昨天一份文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很多人都在关注什么传感器啊这些啊，大伙从不关注这个。我和你们讲点大家都不讲的东西啊。你们心目中的 L3、L4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如果你在一个小巷子里面走路，一个 L3的车过来，他要和你博弈，你觉得合格吗？啊，如果你骑个电瓶车，你在直行，一个 L3转弯要把你逼停，你觉得合格吗？啊，我们先来探讨这个，就是很多人去探讨一些硬件，我觉得这完全没必要。现在探讨的是 L3 甚至 L4 到底应该怎么开车，没有路权的时候能不能人和人抢，能不能去顶着行人、电瓶车甚至汽车，这些都是不能的啊。就你们现在看见，比如说我下面会放一个视频给你看，下面这个视频就是标准的，我个人认为的 L3 甚至更高阶的辅助驾驶的开法，就是你们认为的站岗站在那里被你们笑话的车。如果他站在你是作为车主的眼光去看的，如果你不是这个车主，你是对面的这些行人，你希不希望他这样等待你通过这个路再过来？你还是希望这个车我正在这样走，对吧？这个车就过来顶我，你希望这种车吗？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视频。你看他准备走，然后后面有个电瓶车，他都不走的。对，他其实就你会发现 FSD 其实是走了一条不是捷径啊，就是有些是走的捷径，但 FSD 走的是最难走的这条路啊，非常难走啊，非常非常的难啊。我们这里可以把它调成疯狂麦克斯啊，但疯狂也没用啊，疯狂没用的。三轮车又来了啊，没问题啊，自己走。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可能要走夜市过啊，让他去站岗啊，让他去站个岗啊。收了多少钱？收了非常多，收了非常多。FSD 只能在人少的地方开，人多效率就低了。你这句话是对，我也觉得对。然后不对呢，我也觉得不对啊。就我这句话其实要从两个层面来讲啊。如果完全按照交规的话 ，FSD 的速度我觉得是最快的。但如果你按照我们人的标准，不行，因为我们在这里开车必须得抢啊，特别这些场景必须得抢，那它肯定就慢了啊。它现在是转弯过去，它没有路权啊，我感觉它都转不了这里啊。我感觉他转不了，他这个就完全没有本土化的。你看，他就像我们人开，肯定就强行去顶过去嘛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他能不能，我觉得他里面是开不了的。我尝试一下，他现在这个场景对他来说，他就没见过这么多人，他都没法开啊。走了，左边又有人啊，全是人啊。守规矩那自驾太重要，你错了兄弟，守规矩非常的难，嘿嘿，你知道吧？守规矩巨难，不守规矩简单，守规矩难。和人博弈很不难，真不难啊。哦哟，这个时候其实夜市的人还偏少一点啊，我们尽量完全让他去开啊，完全让他去开啊，他的刹车下的刹车啊，挨着人了啊，这对 FSD 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啊，走了啊，来。然后你们会发现，如果后面
上面要求，比如说做 L3、L4 的时候，必须按照交规来开，你会发现，很多辅助驾驶得推倒重来，得推倒，你知道吧？如果那种博弈行为，全部得推倒重来，啊，不行，都不行。你记住我说的这个话啊，最终会全部推倒重来，所有博弈的车全部是通不过 L3、L4 的，全部得推倒重做，然后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有多难了，然后你们才发现真正要去守这个交规有多难啊！他真还能走啊，他还能走啊！L3是不能和人博弈的，不能和人博弈，你就得遵守交规。你没路权就不能走啊！我只能告诉你们是这个，不然他绝对不是一个敢通过的 L3啊！不管是上面的哪个领导，没有人敢签字啊！你说我的 L3我要人和人博弈要干的，没人敢签字。你是这个领导，你敢签字吗？你绝对不敢啊！就最少有个要求，比如说在什么速度下必须离行人多远，这是有个硬性要求的。就比如说你在20的速度下，你要去绕过行人，必须离行人，比如说横向有1米还是1.5米，这是绝对有个要求啊！啊，你说我贴着行人干，不可能啊！你说我就要挨着行人去20多的速度干，30多的速度干，不可能的啊！你看我把话说在这里啊，我把话说在这里。哎，侦探还开得不错啊，真还开得不错，比我想象中的好啊！他是不是有点没看懂这个灯？其实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有看懂辅助驾驶到底什么难啊，到现在都没看懂啊。但如果你经常看大胡的直播，你会懂啊。在一个路口能一直等，按照交规等，然后再找最好的时机出发，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哈。你要滑出去慢慢走，非常的简单，知道吗？真的非常的简单。就是如果你滑出去去靠堵别人，就靠去把别人逼停走，非常的简单。不懂装懂啊！你会明白我说的话啊，你会明白我说的话。我说实话，他这一段路开的，就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啊，非常好。就我认为他是开不出来的，我得踩，结果他真把这一段开出来了啊，这是非常好的啊。